好，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这期我们的传统节目之一啊，2年前的旗舰机们现在表现如何了？这2年机圈的新技术也不少啊 ，LTPO 全链路10比特的屏幕啊，屏下摄像头也已经达到了量产可用的程度，苹果也上高刷了。同样，处理器的性能也依旧在飞速发展吧。原神从一个手机游戏变成了压力测试软件，120赫兹到现在也没2个人能跑啊，也算是证明了我们之前的观点，没有什么性能过剩论啊，性能是永远不够的，体验永远可以再升级。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19下半年，全新的 Reno S 高达40周年定制版本，升降式的前置相机，0.8秒平滑升起，更为突破的无界瀑布屏，全球最领先的5G 旗舰芯片。The A13 is the fastest CPU ever in a smartphone。在这一年，高通继雷的发布了 Plus 版本的处理器啊，并且沿用至今。同时，这个时间点也算是智能手机整个市场新旧时代的一个交汇点。2个关键词：5G 和高刷。不过这几台里边我们没上高刷啊。从2019年的5月份，一加7 Pro 打开了国产机高刷的大门，70990和85 Plus 5G 也都开始发售。后面的2020年就是智能手机的新时代了。今天我们来聊聊2019下半年的老旗舰们，在今天是否还有余晖？他们吹的牛逼都有没有实现？本视频由小白优品 APP 独家赞助播出，全品类精品二手商城，生活用品5折起，能买也能卖，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首先说明一下，这几台机械都是我们专门从市场淘来的，真正被造了2年的二手机啊。这战损版的成色你也能看出来是经过长时间高强度使用的。看看参赛选手啊，以及他们2年后的价格跳水空间。目前华为 Mate 30 Pro 和 iPhone 11在2G 市场价格是接近的啊，当然也是最高的。唯我参赛的是 Nex， 为什么没选小米数字旗舰呢？因为真旗舰敢 KO。K20 Pro 是当时红米独立后第一款当家旗舰，当年它的产品力有多强，小米9只能在墙角瑟瑟发抖。现在手里还有 K20 Pro 的小伙伴扣个1。因为是19年下半年，所以这次参赛的是一台 K20 Pro 的尊享版。我们在小调查中，绿厂这边呼声比较高的是 S1代啊，没选它并不是因为它产品力不够，而是 S 在当时的定位并不是品牌最大旗舰，比如影像上，而且它当时太小众了，相对于 Reno 的出货量甚至可以忽略。多说一句，这机器当时啊，很明显就是给基友做的，牙膏也挤多了。但 OPPO 后面可能也发现了啊，这机在线上看着声量很高啊，但自己没有什么基友基因啊，出货量太小了，也赚不到钱，果然后面就停了吧。这几台机按照屏幕形态划分，可以分为2块瀑布屏和3块直屏，也可以分为2块刘海屏和3块真全面屏加升降式。前面说了，这个时间点应该算是智能手机市场旧时代的末尾了。抛开玩过的苹果不谈啊，真全面屏加升降式在2020年的旗舰机中就基本都消失了。前置最后的归宿必然是完美的隐藏在屏幕下边。同时，时间也证明了瀑布屏取消实体按键确实不合适大众用户。ID 设计方面，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没法做出排名。时隔2年啊，问问大家，这几台机的 ID 设计拿到现在来看，你最喜欢谁呢？可以评论或者弹幕。下面首先就是重点的系统维护以及软件体验。我们把每台手机都升级到了最新的系统 ，Mate 30 Pro 和大哥 Mate 40 Pro 一点也不落后啊，都是鸿蒙，都升到了209版本。华为算是有些你我都懂的特殊原因吧，对老型号的支持必须得积极，要不鸿蒙就难说了。最近华为17年的设备都已经开始beta版上线了，看来 Mate 30 Pro 还能再战3年。苹果就不用多说了，6S 系列还在支持 iOS 15。如果想了解老型号的 iPhone 在 iOS 15上的具体表现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最近的一期视频，有非常详细的对比测试。MIUI 这3台的安全补丁都是近期啊，唯我要更加及时一些，但系统是基于安卓10啊，估计11也无望了。OPPO 最新版本升级了内存拓展技术啊，关于这项技术之前我们也出过专题。简单来说，实际使用中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至于 MIUI 嘛，希望年底的13能来一次大蜕变。流畅度方面啊，得分开说。升级到 iOS 15的 iPhone 11啊，不需要担心，2个字：流畅。独流某网基本都可以做到秒开，有鸿蒙加持下的70990，体验上也丝毫不逊于 H3啊。2台手机可以说是不分上下，但是在没有高刷的年代，苹果的动画确实更舒服一些。剩下的3台855或者85 Plus 整体差距不大啊，日常使用中会有一些偶发性卡顿啊，不是很好复现。有随时清理后台的习惯，使用体验上可能会好一些。对这几台机快慢的感受，更多的可能是各家系统动画的不同，但是后台一旦多起来，几台安卓机就免不了卡顿。体验相对好一些的啊，主观感受是 Nex 3，稍微差一些的就是红米了。这台MIUI手机到手体验了一段时间，总感觉有些卡卡的，点亮屏幕解锁切换任务，甚至操作的快一点，手机好像都有点反应不过来。后面采访了工作室一位使用小米手机的小伙伴啊，得到了这样的答案： MIUI 4 2.5太卡了，卡在我的身上把它
2年之后的旗舰流畅度，主观排名如下：苹果、华为、vivo、OPPO、小米。我们顺便再来看一下之前我们做的2年前的旗舰机流畅度排名。如果要给流畅度主观排个名的话华为在安卓阵营的表现确实最佳 ，OPPO 和 vivo 大差不差，小米的表现确实不如其他几个旗舰来的流畅，而 iPhone 这边是真的流畅。体验偏主观一些，客观跑分，首先娱乐兔不出意外的排名A13以61万加的成绩领先，其次是麒麟990和2台85 Plus， 基本上都是56万，最后是855，跑分略低53万加。GPU 3D Mark 这边就有意思了 ，A13以恐怖的8000加成绩领先要知道去年的麒麟9000也就跑到了6900，今年的火龙88 Plus 也就只有5900左右。不是我说高通你怎么能睡得着觉呢？vivo 不知道怎么回事，测试了3次都只有2400这个华为、小米在3300左右 ，OPPO 则是3000露个头。CPU 测试 Geekbench 5 A13单核依旧一骑绝尘1338分，多核3422，麒麟9000单核780略微领先米 OA，但多核3222基本就和苹果看齐了。其他几台单核多核都大差不差，红米的跑分要比 OA 稍微高一些。跑分是跑分，真看性能还得上游戏实测。王者、吃鸡这种相对来说都比较轻度了考虑到这几台手机都是机圈的老前辈了，我们就不上太大的压力测试了，直接上光明山脉。苹果平均35.1帧位列第一，华为平均34帧紧随其后。骁龙三星对帧率方面基本同一水平，红米31.7 ，OPPO 30.3 ，vivo 29.7。先说好下巴这个游戏结束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温度。骁龙三兄弟、欧米两兄弟并排走，帧率接近，温度也接近一个最高51.2，一个51.1。红米帧率虽然高了一点点，但整体体验是要弱于 OPPO 的，因为红米的背面达到了49.8摄度，你可以想象一下手里捧着刚出炉的烤红薯的场景。苹果最高47.2摄度，还是老样子，热一点屏幕就开始强制降亮度。vivo 最高46.7，原汁原味的 vivo， 调度保守，但是温度确实低，应该是得益于大机身，热量不会很集中。华为最高44.9摄度就大型游戏的综合体验来说，还是华为主观上要更舒服一些。帧率虽然比苹果差一些，但是这个温度可以说非常好了。但是光明山脉这个温度算是很不错了果然冰淇淋还是香不对，冰淇淋。可惜后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更新了。没有高刷60帧的王者和吃鸡，对这几台手机真的就是洒洒水，毫无压力。但是我们看到一些小伙伴的反馈决定再测试一下红米的表现。吃鸡高清 HDR 加极限，游戏接近30分钟，从20分钟左右开始就出现了大幅度的帧率波动，很明显红米已经不适合长时间吃鸡了。除了帧率，温度也确实让人头疼，因为一把吃鸡正面就来到了51度。因为测量太大，王者我们就没有记录帧率和温度简单游戏20分钟没有卡顿，手机温热，整体体验还是 OK的。2年前的旗舰综合游戏性能主观排名，华为、苹果差不多，米 OA 也差不多。影像方面，配置挑重点说一下，华为 MX600Y、富士 MX608 主摄和长焦均有光学防抖 ，OPPO Reno 10倍变焦版主摄 MX586 5倍光学变焦也都有光学防抖。红米和 vivo 主摄分别为 MX586 和 GW1， 这2台手机都是2倍长焦。2年过去了，我们直接看样张iPhone 这边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不说还以为其他机型没开 HDR。有意思的是 ，Nex 上出现了高斯模糊的质感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是经过2年的使用，这个镜头模组外玻璃磨损过于严重了。看了一下其他几台机型，华为上面直接有个大划痕，但是基本不影响成像。OPPO 和小米磨损状态还行，最强的还是 iPhone 的蓝宝石，擦干净瞬间满血复活。这就有意思了就来了一个问题。1鬼影，2耐磨损，你怎么选呢？可以评论弹幕。在颜色还原上，安卓几台基本上都是饱和度战士我们还带了 iPhone 13 Pro 作为参考看样子也没太必要了。不过在光线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几台老旗舰综合还是 OK 的，大差不差。iPhone 11这边主摄很强但是也有明显缺陷，没有长焦这就被一众安卓老旗舰吊打了。Reno 的5倍光变和华为的3倍光变也都还是不错的和今天的 iPhone 13 Pro 相比也没差很多，比 iPhone 11主摄裁切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果然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在拍照的软件体验上 ，iPhone 这边确实是吊打同期的安卓旗舰，成像的色彩还原还有白平衡的稳定性都是领先的。2年之后一直保持稳定表现，这和系统一直更新适配是有很大关系的。不过我们也能看到2年前的安卓厂商对于相机的调教其实都偏向于讨好眼球。主观排名软硬件综合体验苹果、华为夜景白天结合一下的话，算是差不太多。然后依次是 OPPO、vivo、小米。总体来说，Mate 30 Pro 升级了鸿蒙系统之后，流畅稳定
啊，人脸识别、屏幕指纹解锁方式，发售时就支持 IP68 的防水防尘，40瓦有线，27瓦无线，放在动辄100瓦、120瓦的今天，确实有些不太够看啊，但日常使用肯定是没啥问题的。主场广配置齐全，夜景拍摄也可圈可点，当然缺点也很明显啊。作为旗舰机，它没有双扬声器啊，屏幕发声，公共场所打电话，感觉基本就是开了免提啊，没有实体音量键。我个人反正使用起来确实是很别扭啊。但是看微博小伙伴的反馈，有些人还说这个没有音量键 YYDS 啊，这个虚拟按键与实体音量键的使用频率是9:1，取消实体音量键算不算缺点呢？大家可以走波弹幕。价格和华为差不多的 iPhone 11，说领先安卓1年，其实不太过分啊。如果说跑分，那领先就更夸张了。小伙伴评论有一句话说的不错啊，是 App 逼着我换手机的。App 功能越来越多，日常占用手机性能资源越来越大，缺点就是还有就是长焦的缺失。其实我们先停一下，回想一下前面的排名和价格，苹果和华为其实很能说明一句话：一分钱一分货。你买的时候这俩是最贵的，2年之后折价也是最少的，整体的综合体验在2年之后也是最好的。所以性价比这3个字永远都只是一个相对词汇。红米这边整体就稍显平庸了，当然它价格也非常便宜啊。我们在查找参数的时候发现它阉割了蜂窝4:4 MIMO 啊。手持这个手机的小伙伴，如果你正在看视频啊，可以分享一下日常插卡网络的情况。27瓦目前来说是中规中矩，短时间快速回血是别想了啊。缺点的话呢，就是MIUI 吧，这2年之后，反正这台机器上这个最新版本上啊，我们用着确实是卡卡的。如果把鸿蒙作为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人，那 ColorOS 算是一个少年老成的青年了。Reno 这台机械搭载了5倍潜望式长焦不透键啊，5台手机中唯2的双扬声器也是值得表扬的。但20瓦的超速充电确实不够看了。Nex 整机质感不错，但拍照放在今天基本就是千元级的水平了。44瓦的充电放到现在啊，基本也没啥问题，够用了。所以回答一下我们开篇提到的问题啊，这些旧时代的旗舰们到今天还有余晖吗？答案是可以的。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上一期2年前旗舰专题视频中，我们也问过类似的问题：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当时的回答是能，而且有些机还比较香。不过灵性的不过啊，我们在这一期依然建议大家购买新款的机型。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没有特殊情况，一直都是如此。旗舰之所以叫旗舰，它确实是某些方面做的比较突出、比较全面。但是数码圈嘛，这个买新不买旧，还有后半句叫除非小米6是吧？经过2年的时间，这些旗舰都已经饱经风霜了。我们淘来的价格，除了苹果、华为啊，基本都在1500块钱左右了。今天的这个价位里，你可以买到778G 啊，天玑的1100，甚至870啊。前2代的跑分都和85或者85 Plus 差不多了。你可能不太喜欢大塑料的质感，但我相信你肯定更不愿意日常使用这种战损版的手机。你现在再入手它们的话，不管是售后啊，还是保障啊，还是机器的渠道啊，当然如果你是居友愿意花时间去折腾的话，其实它们的质感真的要比现在1500元或者说2000元单位的机型好太多太多了。旗舰就是旗舰机。其实机圈一直以来都有这样一种言论啊，就是我花了多少钱啊，买了一台什么什么手机，大家说值不值啊？陈思路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听到的一切都是一个观点，不是事实；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一个视角，不是真相。所以最后还是小白测评的老生常谈，明确需求点，选择合适的，更不要去随便评价别人的选择，毕竟千金难买人乐意。希望大家多监听多明，多独立思考，少一些无意义的争论了。OK， 这期视频如果觉得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吧，我要的不多，5万就可以了。OK， 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我是你，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